新闻大白话这集要带您来看到的是，我们来看到，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在 APEC 上面呢，是不是外交大丰收？人家就说中国是这一次的最大赢家，真的吗？我们先带你来看到习近平宣布，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 APEC 峰会。他昨天上午出席了 APEC 领导人的活动，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交接环节的时候，正式宣布，明年的11月将在深圳来举办 APEC 峰会。习近平就说了，大陆将在2026年第3次担任这个东道主，并愿此呢为契机，那么各方携手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慧等的合作。那么路透社就说了，美国如今拥抱贸易壁垒跟双边协议，中国则摆出一副自由开放贸易的姿态，有一种浊世今非之感。那么现在在 APEC 峰会上，有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那就是他啦。GT 在 APEC 上面表演献唱，就连加拿大总理都变成迷弟，拿着手机狂拍。我们知道 G-Dragon 在韩国很红之外，现在也红到世界去，尤其是这个 Big Bang 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现在他也受邀担任 APEC 的晚宴的表演嘉宾。G-Dragon 的表演让台下的你可以看到加拿大总理都变成小粉丝。很多的领导人直接拿起手机来狂拍，就连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是专心观赏。川普说愿让出 APEC 的 C 位，日加泰领袖现在抢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日本的高市早苗、加拿大总理，那么还有呢，这个泰国的总理也是。川普缺席了，习近平就占据了 APEC 峰会的 C 位。那么现在发表完谈话之后，陆续见了这些人，有人就说了，这一次真的是习近平大丰收了。那么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30分钟结束。NHK 说呢，双方握手是握手，但是笑好像笑得有点僵硬哦，就好像是硬盯出来的。那么高市早苗会晤习近平，中方喊说要化解歧义，日方盼战略互惠。那么习近平就喊出了愿与日本按照中日间的4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政治基础，共同推双边的发展关系，不应该互相视为威胁，避免产生分歧的主导双边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该建立一个更稳定的中日关系。高市早苗怎么说？我们重申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提出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希望这次的会晤能够成为日中关系的新起点。结果加拿大在这个经贸问题上现在也出现了，习近平跟卡尼8年来首次正式会谈，中加关系现在陷了回暖的迹象。我们都知道美加最近的关系是有点紧绷，难道现在加拿大转向投入中国的这个元首怀抱里吗？那么近期双方在共同努力之下，中加关系已经回暖。习近平说邀请卡尼总理来访中，以这一次会见为契机，推动中加关系早日回到稳定的正确轨道。卡尼也说了，当然了，我们愿意跟中国展开建设性务实的对话，回归正轨，重振关系，同意加速解决一些农业啦、海鲜产品啊，甚至是电动车等贸易争端。那么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现在也讲到了，如果加拿大取消对电动车的关税，中国也许会取消这个芥花籽的关税。若市场条件许可的话，两国间的贸易可以翻3倍这么多。那现在中美是不是在核武较量呢？APEC 舞台上的权力转移，在川普离场之后，现在 C 位变成习近平来主导议程了吗？川普短暂访问亚洲之后呢，那么习近平留在 APEC 峰会，致力于多边外交，这一鲜明对比凸显了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转变。北京正抓住华盛顿采取的美国政策留下的真空，那么将自身定位为自由开放贸易的新捍卫者，试图扩大中国在各国的影响力。所以就有分析说了，川普缺席了 APEC， 习近平直接补上，美中区域的竞赛出现了变化，那么势必巩固中国在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地位。相较之下，你看美国跟个别国家的双边贸易协议已经有很多的但书，而且范围相对也比较限缩了。那么就有中南项目网站的主编就说了，中国的策略是以透过贸易范围扩大基础建设的发展，以及供应链物流啊，还有把区域跟中国经济绑在一起，让各国最终发现，如果要摆脱对中国经济的参与与依赖，已经变得是完全的不可行了。我们来问一下韩斌哥，你怎么看一下现在中国的地位是不是不一样了呢？其实这就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
中国现在越来越往这个目标前进，可是这是谁在帮忙？是美国在帮忙，美国在帮忙促成这一切。因为照理来说，以美国的战略，应该是要想尽办法去拉拢俄罗斯，去压制中国大陆的发展。所以照理来说，在这一种国际的场合，美国应该在每一个国际场合都要压中国一筹。也就是比如说举办 APEC， 川普应该要去啊，川普要站在 C 位啊，要挡住习近平的这样的地位啊。可是不是，川普不但不去，他还跑回去过万圣节。然后呢，更好笑的就是，现在美国的很多作为是把自己的盟友一个一个推向中国大陆这一边，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照理来说，美国应该是要联系他所有的盟友去围堵中国大陆，可是相反的，川普现在正在对他所有的盟友征高额的关税。那对这些盟友来讲，请问一下，我如果是你的盟友，我都被你这样对待，那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做？我是不是应该要选择去跟中国大陆交好一点？因为我的经济可能会遭受你美国的压迫。那与其这样的话，世界第一大的市场如果容不下我，那我是不是就要想办法去活络跟世界第二大市场的交流？那实际上，这个中南项目网络主编说，这个要区域与中国经济绑在一起，最终使中国发现要摆脱中国经济已经完全不可行。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啊，因为很简单，你看哦，美国跟欧盟本来都觉得说中国大陆很危险，我们要想办法跟他经济脱钩，然后要想办法对他施以高关税，甚至要断绝他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发展，然后双方之间很多的合作也要取消。结果后来发觉，为什么现在开始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开始不断在重申，我们没有要跟中国经济脱钩，我们很多事情大家还是要继续合作。为什么？因为他们发觉已经脱钩不了，经济上已经断不了链，因为很多东西他们就是依赖中国大陆的提供，没有这些提供，他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单独运作。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大陆当然是乘胜追击啊，持续扩大它在各项目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再来讲，他应该要怎么做？美国应该要重新去拉拢他的这些盟友，然后想办法跟这些盟友结合在一起，大家自己成为一个生产体系之后，才能够断绝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可是美国不是这样做的，因为美国理论上好像也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也就是他最近不是在到处去全世界收购稀土矿，然后希望这些其他的这些澳洲啊、日本啊这些国家重新能够把产业发展起来。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去征这些国家的税。那你说这些国家怎么可能跟他齐心呢？那美国最主要要掌握两个国家，就是他边境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加拿大，一个墨西哥。就他跟这两个国家现在处得不太好，然后他一直对卡尼不假辞色，然后把卡尼逼的现在去跟中国大陆缓和关系。加拿大本来是一路跟随美国的国家，对啊，对中国大陆其实是采取不友善态度，结果现在卡尼也被迫要对中国大陆采取友善，这是谁弄？是川普逼出来的，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川普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好像并没有为美国整个国家战略去着想，在某一种程度上，他更在进行一种孤立主义，让美国独立于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是我觉得美国的战略非常诡异的地方。那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你怎么看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呢？我们先来看一些数字。IMF 这个礼拜公布最新，它对于美国跟中国经济成长的调整。中国从4.6%的增长调高到4.8%，也就是指2025年经济增长。那中国自己设定的目标是5%，它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从2.7%调降到2%。那整个1到9月，就是前3季，中国大陆整个出口来到了2兆5800亿美元，大概增加了同比去年6%。哦，所以即使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税战的过程当中，中国大陆出口还是增加。那特别有趣味的是，它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总共是4580亿，可是它出口到美国还是维持3300亿，它的顺差是2100亿，但是跟美国的贸易相比，去年降低了15.6%。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同时对欧洲的贸易增加了14.2%，对东南亚增加了15.6%，对拉丁美洲增加了15.2%。所以川普的贸易战非但没有使得中国的贸易减少，反而使得它成功的拓展到其他的区域。换言之，它跟整个区域，尤其是亚洲的经济整合更进一步。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当美国在高筑这个关税的高墙的时候，至少15%，对中国至少23%，那当然贸易都会减少，你的经济的成长也会减少。你现在吸引大家来投资，做得起来吗？同时，中国开放市场、开放签证，然后呢，开放投资。各位，高市长要跟中国大陆领袖只见了30分钟，但是你知道吗？1到9月，日本对中国的投资，相较去年1到9月增加了55%，也就是日本的企业看到整个这个中国的现在的经济的发展，对外出口、制造业的成长，那当然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在增加，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一个权力的移转，这叫做 power transition， 这很有名的一个，也就是说大国的权力开始移转，最明显的就是2个，一个是军事，一个是经济。你看到在经济这一块权力的移转，尤其第一个从西方国家慢慢移转到亚洲来，现在亚洲是全球经济的这个引擎，那制造业也是如此，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到印度，然后呢，从中国建构的这个 APEC 以及 RCEP 就是10+5，日本、韩国、中国、澳洲、纽西兰跟10个东南亚国家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国跟东协的自由贸易协定的3.0版，现在就更进一步的进入到像是绿色经济或者是这些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一块，不是只有单纯的降关税，是更进一步的这个标准化以及整个在供应链上的这个合作。这种贸易移转就代表着经济的研发以及它的市场的开拓，当然会有什么获利，获利之后呢，研发的投入以及技术的突破、创新的突破。各位，你想想看，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在亚洲这么大的人口，中国14亿印度14亿，然后东南亚6亿的人口，这样子加起来已经就超过40%是中产阶级。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中国已经引领在这个世纪的主导地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移转，在这一次的亚太经合会 APEC 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川普你也不用留下来了，就算你占了 C 位其实那个 C 是在习近平，是在中国这边，因为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经济出口以及生产创新，现在都在亚洲，都围绕着中国。那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待那个川普走后的 APEC 峰会呢？我觉得这次来讲，川普真的是这个输到脱裤子他因为 APEC 峰会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国际的场合，那我觉得各国领袖都希望在这个地方召开所谓场边会议，是很好一个国际之间彼此互相沟通交朋友一个机会。那这个川普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他借着说是要回家给这个美国小朋友万圣节发糖果的名义就离开了。当然这个时候我觉得习近平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刚好跟各国的领袖这个扩大他的交朋友更好一个沟通机会。那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是韩国这个国家跟中国之间有没有一些矛盾？我们不敢说有矛盾，但是从之前来讲，因为韩国让美国部署萨德系统，那时候中韩关系确实是处得不是很好，因为在中国本土也发生了所谓的排韩的运动那可是在这个文在寅当总统以后有改善彼此关系，可是尹锡悦又比较亲美那现在来讲换李在明的话到底是亲中还是亲美？他到现在没有很明确的表态，比如他讲说台湾问题等到外星人打来再说可是他又积极的跟美国要这个所谓的核潜艇，那到底跟中国是？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利用这个机会跟李在明做一个好好的沟通，确实是蛮有必要。那讲到日本也是这是重中之重了日本来讲的话，当然是新的首相这个高市早苗上台。那虽然说他们2个是谈的话，会谈的内容大概只是钓鱼台或者是稀土矿产协议，那没有说谈台湾问题。可是大家要注意到，它所谓4个文件，那就包含台湾问题在里面。4个文件哪4个文件呢？第一个文件是1972年签的中日联合声明，那是建交的文件那
这里面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文件，它里面讲了一句话，建教授他讲说是双方中日双方结束战争的状态，然后要正常的邦交开始建交，然后重申一个中国，然后要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一个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且是这个要承认这个台湾是隶属于中国的。所以在1972年的时候，跟日本签的这个条约里面就已经限制在这边。所以虽然说这是没有签这个没有另外谈到台湾问题，但是从这个他讲的这习近平讲的这个4文件里面的第1条文件，就把台湾问题讲得很清楚嘛，就是提醒高市早苗不要再去提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叫他要尊重这个历史的史实是如此。好，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节我们带您讨论一下太空的竞赛。那么要带您看到的是呢，在中国太空站的3大突破。我们现在也看到的是神舟21号创下了3大突破，欢送太空人万无一失，圆满成功。大陆神舟21号呢，在昨天北京时间晚上的11点44分发射，那么呢，它晚间的8点50分举行出征仪式。这次任务有3个第一次创新。第一个是年龄，第二个是第一次把太空组员将迎来缩短交会的时间重大改变，第3个第一次则是生物生命的实验。那么呢，大陆神舟21号发射成功，第一艘才3.5个小时快速对接太空站。神舟21号是中国太空站进入应用与发展的第6艘载人太空船，也是第一艘采用3.5个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载人太空船。相较于神舟20号6.5个小时的对接交会，缩短了近距离导引飞行的时间，也减少了对电池燃料等需求，所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那么大陆神舟21号对接太空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4只太空飞鼠随行。这个老鼠不是随便的老鼠，他们也是经过一些太空训练的。那么呢，他们在太空环境下可以呢应激回应和适应性，他们其实是精挑细选的4只太空飞鼠，这一回也跟着上太空了。那么大陆神舟21号太空人进驻天宫，完成第7次的太空会师。那么呢，2个航天员呢，在他们的这个组员也就是这些太空人，在拍下了全家福照。那么呢，共同的来向牵挂他们的中国人民来报平安。那么可以看到呢，中国的 AI 现在也慢慢的在领先的当中吗？因为全球投资的AI 投资大赛，大陆的 DeepSeek 已经超过30%的回报率。那么你可以看到，在一场全球 AI 投资大赛当中，中国大陆大模型遥遥领先 DeepSeek， 最高收益率超过130%。那么矽谷的 AI 大厂也集体倒戈，用中国的大模型。中国的 AI 体系现在已经提升成为平行的竞争者。其实越来越多美国 AI 大厂公开宣称使用中国 AI 大模型，包括像什么 Airbnb、Together AI， 还有电商巨头亚马逊等等。矽谷的大厂集体倒戈，用中国大模型，意味着中国 AI 现在正在加速的占领美国当中。中国的 AI 体系已经从外围的追赶者提升为平行的竞争者，传出全球 AI 2/3的席位都是被中国大模型给掌握。那么现在川协会没有谈到辉达的 AI 晶片，美国专家说，因为美方特地保留了一个空间。他说，川普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半导体存在分歧，那么川普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让辉达自行试探各种交易的可能性。不过讲到辉达，就会想到了他的执行长黄仁勋出席 APEC 峰会，黄仁勋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带你一起来听听看。So would you want Blackwell to be sold in China? I hope so. I hope so. But that's a decision for President Trump. As you know, I make chips. There are many companies that make chips, and we make chips in different ways for different reasons and different value propositions, if you will. 黄仁勋说想要早日回到中国市场，但是这个决定权还是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手上。他说呢，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当然能在中国销售最好了，但是现在也是得等川普他愿不愿意点头了。那么他们现在说，黄仁勋盼川普点头，销往大陆示警，
华为是不可小觑的哦。华人区有讲到，我们一直希望重返中国市场，但是辉达在中国有极佳的发展，这对美国是最佳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低估了中方的实力跟华为惊人的竞争意识，会是愚蠢之举，因为华为拥有不凡的技术。那么现在格里尔也说 ，Blackwell 晶片没上谈判桌，贝森特他可能猜到美中1年就会在谈判了。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就说了，刚结束最新一轮的美中谈判呢，没有谈到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那么对于北京履行的贸易协议的调查，其实还是会持续在进行当中。我们来问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这一起太空竞赛呢？这个大陆这几年，它在太空上面，虽然你看它没有什么看起来好像非常强大的什么突破性的发展，比如登月啊，或登陆火星啊，可是它就是非常稳定的按照它自己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提升技术。其实它这次技术提升的很大，从上一次要6.5个小时，现在只要3.5个小时。这个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进步算是非常跨度非常大、非常惊人的。而且你看它的太空任务是很稳定的。中国大陆发展太空任务到现在，你有听过它出什么意外事故吗？基本上是没有，就是在载人太空任务上面，因为它是很小心谨慎，都确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之后，才会让它进行这个任务。不像美国，美国在当年它一下冲得很快，然后结果后来是各种失事频传，甚至包括它的太空梭都出了好几次这个意外事故。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按照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术。所以你看，老实讲，如果美国中国大陆像美国一样好大喜功的话，中国可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载人登月活动，可是它不急啊，我就慢慢来。然后你反观美国这几年一直说我要重返月球，我们要重新再登陆月球干嘛？可是讲的很多，他真的做的看起来并不多。那甚至我都怀疑，现在川普会不会觉得这种太花钱，会不会就把他们经费砍掉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如果按照中国大陆这个步骤，然后美国又有点像打摆子一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想中国大陆在太空事业上慢慢要赶超，甚至直接超越美国，这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美国人自己也应该看出这个隐忧，只是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举棋不定而已。那至于说 DeepSeek 为什么像这一类的 AI 的运用，一下子就占据了很多这个美国的市场，因为过去 OpenAI 他们都是闭源的，那这个 DeepSeek 它就一开始就用开源的方式，然后它又不像那一些 OpenAI 或其他的这些模型啊，想的都是赶快形成 business model， 然后赶快去赚钱，人家并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所以反而因为这样子便宜好用，虽然它不见得是最先进，可是对这些大公司来说，我可以自己有修改的空间，我也可以自己有应用的方向，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去采用。所以这个 OpenAI 后来也学它一样，做了部分的开源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因为美国太过于着重在商业上面，有的时候可能反而失去了它的一些竞争优势。那至于说 AI 晶片这一方面，其实你光从贝森特讲的话，你可以看出了，贝森特说我们可能1年之内会再来就晶片谈判。如果美国没有想要开放的话，有什么好谈判的？我就直接告诉你，就是不行就好了。所以表示美国的立场在松动，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本来只允许卖 H20给中国大陆，就他发觉中国大陆更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种东西，中国大陆我们自己已经有，我更不需要买你美国的。那长此以往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就是美国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导师，他是一个强烈的补习班老师，他一直在鞭策中国大陆赶快进步，赶快提升成绩。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如果持续这样僵持下去，中国大陆会被他训练出来，和到时候会变得青出于蓝。好，那我们持续请教一下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其实就是今天的《纽约时报》，它的头版头就是谈到 AI。那它居然副标题第一句话说，尽管面临的泡沫的威胁，但美国各大企业仍然强力投资 AI。投资多少呢 ？Google 今年来到了700亿美元 ，Microsoft 350亿 ，Meta 就是脸书700亿 ，Amazon 1250亿，刚才讲的黄仁勋 NVIDIA 1000亿，他们都在投资就是 AI 的这些硬体设备，参与到 OpenAI 的计划里面。可是
当《纽约时报》说有泡沫的威胁，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现在我所了解，在科技、在商业、在创新界，现在谈往前看的议题AI 已经不是前面几个重要的议题了。所以会不会有一个 AI 的泡沫，我们不知道。可是你看这2天黄仁勋在韩国，各位你知道吗？他15年来第一次去韩国，他15年来没有去过韩国，而他到了韩国的时候呢，果然不愧是黄仁勋，他跟三星的总裁，然后呢跟现代的这个总裁就一起去吃炸鸡，然后呢卖了25万颗 NVIDIA 的 AI 晶片，那也就是成立在 NVIDIA 里面辉达里面所强调的叫做主权 AI。他说每个国家应该自己设立自己的 AI 的体制，维持你自己的主权。你要买很多的这个硬体的 AI 晶片，那当然是 NVIDIA 的最好。然后呢，你要建构你自己的大模型然后呢用一些其他的这个模型来运用。其实现在主要的大模型就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竞争。DeepSeek 代表的是一种开源，其实还有阿里巴巴的那个千问千问已经到的 Q-Wen3。那你看，像是 Uber， 像是 Airbnb， 他们就说，其实开源的比较适合每个不同企业它的特色如果是这种闭源的，像是 OpenAI， 好奇怪，它叫 OpenAI。然后呢，这个它这么多引来刚才讲的这么多投资，反而是没有办法去量身打造。因此，反而有趣味的是 ，Amazon 他说我做 AI 其实为了要削减人事。未来希望在3年之内削减12000个白领的这个工作，所以在美国而言，它是为了企业 AI 缩减人力的成本；到中国呢，它就变成商业运用，而美国的企业都用到中国的 OpenAI。不要忘记了 ，DeepSeek 的 R2 还没有出来，我们等它 R2 出来的时候，再看它把整个开源的 AI 带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因为昨天这个神舟21号升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在前2天都被这个川习会的新闻给拿掉了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新闻。我们先讲我们就讲这3个突破。第一个，我们先讲这3位太空人第一位他叫张陆他这个事实上他是神舟15号的太空人，这是第2次他上太空，他这次当指令长，所以看得出来大陆他们这种是有计划，一代接一代，一代一代接棒。那第二位来讲，我要介绍的叫做伍飞，就这次来讲创纪录最年轻的，他才32岁，是一个太空船的工程师。那我相信他未来也是计划培养中，甚至有可能是登月的太空人，然后也可能是下一次之后的飞行任务的指令长那第3位我觉得最特殊，大家要注意到是谁呢？他叫张鸿章他是什么？他是锂电池专家。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太空去要带一个锂电池专家？可见呢，中国大陆在未来的能源发展方面已经抢先一步了这个将锂电池在太空之中，在无重力的状态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往这个超前部署，而不是纯粹去观光的第二个，我们讲说是这次来讲，这个生物来讲的话，当然以前已经有生物，不是这次才有。以前他们带过那种鱼上去也在上面种番茄。这个太空19号、20号的时候都做过。这次很特殊，是4只老鼠。对，差别在哪里？它是哺乳类动物以前来讲，这个鱼不是哺乳类，对，所以这次是哺乳类动物。那研究它在太空之中这个无重力的状况之下，或者是太空辐射状况之下回来它会有什么这个改变所以我们讲一下为什么3.5个小时的这种对接是这么重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各位听。假如说我们跑接力赛跑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接棒的选手是在最内圈这个交棒的选手是在最外圈，那你是不是从最外圈要变轨到最内圈？所以他们这过程叫变轨。那除了说是刚开始这个太空船跟太空站的在太空中的轨道不是在同一个轨道，它要变到同一个轨道，然后变到同一个轨道之后，速度还要一样，方向还要一样那所以说各位看看，在这个高难度，在太空之中速度这么快，范围这么广，要这么3.5个小时，而且很安全的能够对接上，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那我相信中国一步一步来，他现在目标很清楚了，他已经定出预定在2030年。
他就要实现这个登月的一个计划。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指日可待了哈，也确实可以实现。对川普来讲，到底什么最重要？难道谈个100分钟，匆匆忙忙回去要 trick or treat 去过万圣节，看南瓜、吃糖果啊？这居然这件事情不重要，在 APEC 这样的国际领袖会议上吗？以至于他离开了之后，这整场 APEC 的 C 位就让给了超级大国，剩下的就是习近平了。当习近平在现场呢，跟各国很多的人跟他轮流的见面会面里面，他就公开的表示，被形容叫做含蓄的警告，说中国将坚持拉手，不是松手，坚持演练而不是锻炼，所以你不要随便站队美国，限制对华贸易。过去像美国拉帮结派一起抗中的氛围，现在因为川普对全球都对抗，现在正在重新重组秩序，尤其这场 APEC， 川普自己又不在，所以当各种分析认为川普缺席 APEC 之后，习近平补上，美中的区域竞赛出现了非常关键的变化，包括了供应链、物流、基建区域跟中国的经济绑在一起。而川普呢，回去过万圣节了。各国领袖抢着见习近平的时候，其中南韩来看看，因为在李在明站在现场迎接的时候，一关一关，当然也有我们的林信一代表啦。那最后压轴的是习近平。会后的合照里头，李在明居中，但我知道 APEC 的这个站位是按照字母排名去站的。李在明居中，习近平站在右侧。在峰会的最后的会后的记者会上，李在明还特别表示韩中关系应该超越表层的修复重新走向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那相比之下，跟对于川普又要送他金皇冠又要讨他开心，相对当然氛围很不一样。当然，韩国也很会秀他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包括了晚会上是有 GD 这个明星超级大牌也到台湾来表演了，很受欢迎。在这场会上被形容习近平全程大概表情都是蛮严肃的就是在这个会上的时候。这个来自于三立新闻的标题蛮有趣的，他形容叫做习近平陶醉狂点头，大秀美丽甜笑，网看呆了。其实他就是比较有微笑，对表演有认真的在看，而他对于南韩，包括他住的旅馆挑的各种的食物是有所讲究。其中在青瓦台送的这个庆州特产叫做黄南饼，他也表示吃得很香。这个庆州呢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而且印象深刻的地方。那么日本也跟习近平见了面。这个新出炉的高市早苗，因为跟川普见面的时候被日本国内骂得很凶，说像迷妹一样手舞足蹈，不像首相。那见习近平的时候呢，短短30分钟的会晤。他特别强调，希望确认日中关系的大方向，因为他说公开的讲中国是日本周边里面最重要的大国，所以呢，他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的关系，建构所谓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不过呢，在习近平的部分给他的回应呢，却是因为毕竟他高市早苗当选之后也没有给贺电的情况之下，习近平特别提历史的这个渊源，提醒他1995年的春山谈话。日方要反省侵略史因为过去他去参拜所谓的这个跟安倍路线一样，对于日本的战败没有加以认同这件事情，他认为很重要。尤其历史跟台湾，他在这里谈到了台湾这些重要的原则议题，不要动摇中日关系，这个是关键。那高市是回应说，日方会遵守建交公报的立场，台海两岸的关系良好，非常重要。看起来跟日方的关系有一些新的微妙的变化之外呢，加拿大更是一个大家看的指标啦。因为加拿大先前曾经对于孟晚舟下手配合美方所做的这个事情，迟迟当然影响后续还在，但他自己想不到现在跟美国川普的关系却是如此。时隔7年，中加领导人首次的会面，跟这个卡尼互相的对话里头看起来非常的友善，同时也表示两国要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坚持互利共赢。那在 G20 的时候，当时的总理还是杜鲁道嘛，当时习近平曾经抱怨过这个杜鲁道很天真。
如今中加开始恢复各种领域的交流合作，卡尼也接受习近平邀请哦，准备要去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美加的贸易却触礁了吗？因为说呢，一则广告批评川普哦，各种的关税的政策等等的，那跟先前的总统比较，他就是一个掠夺侵略的这个概念的这样的广告，让川普很不满，他很生气啊，所以他扬言说，哦，我是真的很喜欢他们啊，指的是加拿大，但是他们做法很多错了，这个所谓的反关税广告，虽然加拿大下架了，仍然让川普非常的不满，继续要说。被问到那要跟加拿大重新谈判吗？他说不会。他说这种虚假的广告必须要道歉啊！他说在乎的事情跟大家可能都不太一样。将军，首先，加拿大被美国羞辱说成为一州以后，弄了一个什么广告呢？美国很敬爱的总统雷根，雷根就批评这个关税战是没有道理的，是没有效的。这一棍子正打到川普的痛点。你在那里搞关税，前面有前车之鉴嘛，而且说这个话的是美国老百姓很喜欢的总统啊，所以跟加拿大闹翻了。加拿大本来是70%的出口要到中国，这下没有生意做，他不找中国找谁呢？而且要姿态也要摆出来，你跟我不好，我就跟你的仇人好，那就跑到中国来嘛。第二个，日本哈，我跟你讲，两个等于没有交集。以前中国就告诉日本有4点要求啊。对，你要承认这个战争的这个祸害啊，你这个不可以，你一天到晚台湾有事，你有事，你有什么事？你走安倍的路线，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礼貌性的过场了。你想想，30分钟2个人讲话，再加上2个翻译，能讲什么？就各自走个过场而已嘛。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最主要的是什么？这个会议是习近平的主场啊，因为在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川普在很早以前就跟新加坡了、马来西亚了下一些常被管辖的事情啊，不要跟中国做生意了，不要买俄国油了。习近平等于重申立场哦，他们在搞孤立主义，我们搞自由贸易，你们是愿意走自由贸易呢，还是走这个脱钩的这个关税贸易？这点大家有共同的利益嘛？又重新宣示 APEC 将来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跟利益，也是警告那些被美国强制常被管辖所发出来的噪音。所以这个主场就显得很明白。我们再回看，川普是很享受这个皇家的礼遇，像到伦敦啊去2次，1次还不够，然后到日本、到韩国，这是在韩国里面这个机场里面会面，什么排场也没有了，而且知道下一场 APEC 主场是习近平，赶快灰溜溜的赶快回去，什么发万圣节的糖果，那个算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照理讲，你也是个大国啊，你怎么会不参加？所以这个问题啊，就看得出来，这些国家看到中国硬杠美国成功的案例，所以以后很多国家跟美国的谈判并没有完全结束哦，只有日本、韩国是一面倒的啊，又给钱又给什么东西，欧盟还有很多谈判并没有完成哦，对不对？所以中国做了一个很标准的示范，你敢谈，你敢抗，就是有收获，要不然美国予取予求。至少在亚洲这一块，我们金砖会议也好，这个 APEC 也好，我们还可以自己玩自己的游戏，弥补你关税上的经济损失，这是很现实的一个宣示跟忠告啊。我相信效果是蛮好的。赖老师怎么看 APEC？ 这是当然很重要的国际场合。那川普的后来提前离席所造就的后来的这个局面，川普他没办法开这个会啊，因为这个会我们都知道 APEC 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啊。你看中美这2大经济体加起来就已经将近40兆美元了啊，它的经济体是很大。如果再把日本、韩国啊等等都加起来的话，那你想那个大概等于是占全世界60%的经济都在 APEC 里面，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跨这个太平洋的2端啊，这么多的国家来参与。可是
这次开会的主题还是希望谈的是有关于多边主义的问题，谈的是自由贸易的问题，甚至永续，全球永续。那你想想看，那这个反对单边的主义，反对这个保护主义啊，然后希望 WTO 的框架还是可以用，哪一项不是川普违反的？全部都他反对的。那如果川普坐在那里的话，然后各国家的发言，然后都说这个不能搞霸权主义啊，不能搞单边主义啦，不能搞这个单边的关税啊，应该走自由贸易啦，是那个全球的生产供应链不能切断了啊。你想想看，中国大陆提出5个主张里面，哪一点跟美国没关？都有关。那你美国的川普坐在那里，几乎从这个李在明当主席，然后再开始整个一轮讲完了以后，好像都在骂他。那他实在是很难受，他坐在那边要怎么办呢？这个坐立不安呐，所以干脆离开是没有错。过万圣节好了，但是他去拜鬼是吧？但是他一离开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舞台就是拱手让给中国大陆了嘛。所以很明显的这2天的会，所有的媒体的焦点几乎都在习近平身上了。几乎都在他身上，他见谁谈了什么，他见谁谈了什么，大家最关注的都是这个问题啊，其他的反正都不重要了，这是事实啊。那其实民进党想否认也否认不了，想怎么去批评也批评不了，因为事实就是事实。好，可是我们留意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高市早苗跟习近平的谈话很短，30分钟，30分钟真的很短，因为扣掉翻译嘛啊，双方能讲得很短。可是你看高市早苗是有备而来的，哇，他洋洋洒洒讲了很多议题，日本所关切的所有的议题，安倍晋三也好，一直到这个岸田文雄所关切所有的问题，他全部都照念一遍啊，什么福岛的问题啦，台海的问题啦，钓鱼岛的问题啦，所有的他都念一遍。念完了以后呢，那中国大陆的习近平我几乎没有回应他的所有的问题。然后中国主导这个议程，中国只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中日关系要怎么走下去，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而中日关系怎么走下去，4项文件，4项文件中，我们都知道，1972年的第1项文件确定的就是代表权的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同时台湾属于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第1号文件，1972年。所以中国习近平谈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代表中国，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第2个文件就是第1次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之，这是第2号文件。第3号文件就是春山的讲话，也就是联合声明中日本承认他侵略中国，这3个文件嘛。那最后一个文件是这些都做完了以后，中日之间有这个最后一国的待遇。好，那所以习近平只问你，这4个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定海神针，对不对？如果这个4个文件没走好，那中日关系走不下去。后来高市承认第1号文件嘛，就是中国大陆代表这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你想，民进党是不是现在应该在家里哭翻了吗？刚刚赖老师讲到一个关键 ，APEC 本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历史事实，就是 APEC 本来是各个经济体为单位，那台湾也是以经济体为单位来参加，都是希望互惠协助、平等的对话。但现在川普的路线刚好就是反这个趋势，所以让 APEC 最基本的精神都被打坏了。不管现在加拿大、日本都要面临不一样的处境。对，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尤其是美中还是这一次 APEC 的一个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主角。那其实应该怎么说？因为目前来说川普跟这个习近平手中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一张王牌跟武器，但是这些反制的武器要看怎么用我觉得还是过于不及的问题。我觉得最典型是川普，当川普开始祭出所谓对等关税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对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贸易伙伴，而且不分亲疏，我就是基本上要拨乱反正。以川普的话来说。可这个效果是什么？它会有一个在外交上的效果，就是你让过去的跟美国比较亲近一些同盟伙伴跟好的邻居，比如说加拿大或是在拜登任内一直积极拉拢的印度，或是像一些欧盟，这时候他们的外交的这种走向就会变得比较弹性跟灵活，就有可能跟北京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交往，因为可能双方有些利害上是共同的。
这是川普对等关税的一个效果。那其实哈，刚才我们提到说，当北京在做所谓的稀土管制条例的时候，基本上他单讲是我是制度性的、全球性的，这是我们内部的政策，为了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等等等等。但它潜在的效果，假设真的这样推的话，其实有类似的效果，就是部分的欧洲国家可能本来是因为关税而可能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但是祭出稀土管制条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间接的隐性的效果，认为说这个可能也对我国家不利，这是比较特别。但是以对等关税啊，川普所祭出对等关税，我觉得加拿大是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很难想象，在今年卡尼上任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啊，这个上一届的加拿大总理小杜鲁道，他出访中国大陆应该是2017年12月，还不错那时候。可是2018年之后，中国大陆跟加拿大关系风云变色，很多议题基本上小杜倒是贴着当时川普1.0跟后来的拜登。从什么问题开始？很多从孟晚舟，对不对？孟晚舟是美国的发动，从华为、新疆、香港人权议题，基本上所有的议题都站在北京的对立面，所以关系当然不好。还有一个，这次卡尼跟这个习近平的会晤是比较正式。其实来说，大家说7年多来第一次，的确是因为应该简单来讲，上一次还有一次，2022年在这个集团体巴厘岛，其实习近平跟小杜道有没有会面？有个很简短的会晤，但是大家有捕捉到一个镜头，就是习近平对小杜鲁道有些不满。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小杜道怎么可以把前一天我们2个人比较闭门会议的内容跟媒体透露，尤其很关键。小杜鲁道说：“我有跟习近平讲，叫中国大陆不要干预我们加拿大内部的选举。”这是让习近平是火大，说你是违反一般的这种外交上的一些基本的礼仪，因为你为了要在国内彰显说我加拿大非常的强势，对中国大陆不保留没有余地，把这句话就讲出来，所以关系一直不好。那为什么现在卡尼可以跟中国大陆说可能要出访中国大陆？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啊。川普到现在还余怒未消，就是因为刚才讲的广告，说他是个好人，可是我不想跟他谈。会不会谈？我相信有一天会，但是他气到现在没有结束，这就给中国大陆跟加拿大一个新的空间跟可能性。川习会上没有谈到台湾，但是中美的国防部长的对话谈了哦。这一场中美防长的会谈呢，是另外在其他国家地点所举行的，出席的是美国现在叫战争部了，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那么美方特别强调要保持印太地区力量的平衡，那么中方表示呼吁加强中美2国之间的信任，消除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是什么？就是要明确的反对台湾独立。原本外界很多的讨论是说，川普到底会不会把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出现在对方双方的谈话里，但这次最后并没有触及，所以这个是防长的对话里头，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大陆是清清楚楚的，而美方仍然是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是美国跟菲律宾现在形成叫做组建联合特遣部队，如果这样前哨战帮美国在跟中方对抗的情况之下，菲律宾绝对是滩头堡嘛。赫尔才是特别讲哦，他跟菲律宾的防长呢进行了第4次会面。这次重点在推动什么？我们牢固的国防伙伴关系，要不懈的努力，包括了联合特遣部队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强合作。南海这里要来美国来跟抗中的这个对话持续进行，但空中狙击手这是大陆的很多的军武上面的升级，让外界经常性都会觉得亮眼。像这个是中国的第2架的6代原型，我们上段还在讲 F-16A 66架0架来，但它这里已经出现的是第6代的原型机出现，完成了4000公里，这一飞可以这么远，等于直接试飞之后挑战了西太的美军的制空权。当这第2架第6代战机原型出现的时候，整个作战半径的扩大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第2岛链的不一样的战略的布局。尤其很多的分析认为，是不是真的已经领先了美军5年？当然这是一个报道分析。怎么说呢？因为央视推出了一个新的动画，我本来想说是真的画面，我吓坏了哈，因为它是一个动画了哦。歼11B 的战斗机底下挂的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导弹，它挂的是雷射炮系统。
那上面当然写装机运用，画面上可以看得到它是发出的雷射光。相比之下，美国虽然早就有雷射的这种设计武器的设计跟研究，被形容一直都是失败的。那这一次直接把雷射炮挂设在主力战机，证明已经解决了能量散热2大瓶颈，也不需要飞弹去补充。那是不是这样的进展真的如果做到的话，就比美军领先了5年吗？那中国还有公开的 PL-15E 的巡弋飞弹，这个所有的卫敏弹头的实验的画面被展示出来，那么被说最大的攻击距离也超过了145公里，影响着战力跟这个所有的新的发展。我相信将军待会给我们更多深入的分析。但在太空科技的部分，大陆的神舟21号再度的升空，这一次的升空呢，被关注说，哇，这一次直接第一艘是采用3.5小时就可以快速对接，过去的对接要6个小时甚至更长，那这一次只要3.5个小时就可以在太空直接对接，缩短的时间是天文史上的最新的一个技术跟时间的操控之外，还带了4只小老鼠了哦，对各种的科技的实验。39岁的锂电池专家也搭乘这一艘神舟21登上了太空。那么被认为呢，锂电池的引入会大幅的简化在地面飞行任务的各种使用复杂性，太空的环境的新科研之旅。大陆呢，现在川普毕竟跟马斯克的关系也不好了，未来在这个美中的太空竞争上面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局面，所以黄仁勋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对象。这次 APEC 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就是黄仁勋了，他走到哪里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啊。除了跟这些企业家一起喝啤酒、吃炸鸡啊，那演讲里面很让韩国人激动啊。他说他协助各种的显示卡进到南韩，那韩国呢现在如果没有南韩的网咖的话就没有辉达，那韩国呢的网咖今天所影响的全世界，包括 K-pop 等等这些谈话，每一句都让韩国人为之疯狂，跑去买辉达股票。看看这段谈话。We don't listen to pop anymore. Nobody listens to pop anymore. Nobody listens to rock and roll anymore. Nobody listens to jazz anymore. Because you know what everybody in the world is listening to, right? We're listening to K-pop. 超级大片，真的是他很会在当地赢得，不管当地的明星我觉得他选总统搞不好都会上。他那种无敌的魅力跟拉近人的关系，李在明对他的这个待遇几乎也是非常高规格。那直接说你真的很夸张你跟我们企业家就在玻璃窗里面喝啤酒，他成为大家同时感受到你新的魅力，然后要跟韩国一起创造 AI 的未来。辉达要为韩国政府跟企业提供26万片先进的 Blackwell 的晶片，那重点来啦，跟韩国合作，但到底晶片能不能进到大陆，现在正在因为川普的关系被限制跟抵制当中。他强调如果以这个以目前华为没有办法建构的体系来讲，真的不要小看华为，华为已经有非常强大的设计跟竞争能力，所以低估华为将会是愚蠢之举。将军，如果先从这个中美的武力现在竞赛到太空比较起来，看起来真的有所谓落后，美方已经落后到5年这样的可能性吗？这个问题如果说是电磁炮真的能挂上飞机的话，我对这个还是没有经过查证电磁炮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需要用电量很大，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大的储电设施，就包括电容储电电池。第二个，它散热，它高温，但是它一旦做成的话，因为电磁炮在地面、在船上我都可以相信存在，因为地面的体积大，船容积大嘛，发电量也够。飞机上要有这个的话，那就太厉害了，因为它那个速度是光速不是像我们一般的飞弹靠喷射的这个引进把飞弹推出去，靠初速、靠炸药、靠什么东西。它这个光速就是说我看到什么就可以打，已经是科幻片的科幻片级了。那么它不需要它只要把人家弹头上的引信跟这个导引系统摧毁，这个飞弹就没有用了。这个问题就是看它是不是真的是装到飞机，还是 AI 合成的。目前这个影片是合成的，那我就不予置评，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消灭你的真实力量。
第二个霹雳15E呢，空对空的这个距离蛮长的，15空战里面很占便宜。最大的问题是哪里？太空实验里面有一样东西，它在试验锂电池在太空里面的放电状况跟储电能量。这代表什么意思？不是看那几只老鼠啊，老鼠只是生物测试。锂电池在太空里面测试，就代表未来它在不管是在地球表面、地球反面月球表面或者月球反面，甚至火星，它的活动力就强了。因为我们看到每次登陆小艇都是靠一个太阳能板，太阳能板能获得的电量很小，挖一个样取一个样，就是已经尽了最大力量。但是锂电池能够适应在太空里面放电或者储电的话，那将来它在月球上的工作量就不一样了。曾经有人讲他要盖 shuttle， 就是月球的基地，那你最大的动力除了电，你还有什么？没有别的嘛。所以这个问题啊，太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的独霸的场地。太空站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相继撤退了嘛，所以中国的工程师在前面拼命拼接这个大的太空站，它的太空站比俄国的跟美国都大，它一节一节装了嘛。现在去的是科研人物，生物科学、这个物理科学跟电学。中国人把电学玩到极致了，所以你看现在电磁炮啊、电推动的船舰啊、电动车了、电动的无人机了，这个美国已经玩不过。美国现在把福特号等于要废掉了，以后的航空母舰通通要恢复蒸汽。我现在就一直在观察，那你美国对雷根号怎么处理呢？是废掉福特号，对福特号你怎么处理了？你要开膛破肚把那个拿出来装蒸汽嘛？那你不装它，3不5时来故障，飞行员都不敢飞哦。你故障率高嘛？是不是？这个才是150亿的投资最大的失败。这个我们可以看，中美双方的军武科技东升西降态势已经出来，完全可以证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央视的权威性是很高的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在长春航空展的时候啊，这个歼20已经放在那边静态展示了啊。我们都知道大陆的这个作业都有一定的程序。那当你看到歼20放在那边静态展示，随便你拍、随便你看的时候，那就是代表他们的6代机已经出来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啊，之前在成都啦所看到的那些很片段的影片。那些影片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被证实啊，但是大家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6代机出来了。可是我看现在的情况，6代机确实已经出来了，不怕人家看了，不怕人家看，因为5代机都给你看了，而且呢，你近距离随便你拍啊，因为很多人会用那个大炮去近距离拍，然后去做解析。很多科学家他们马上要去分析6代机，那个歼20、5代机是怎么做的。你想，如果大陆的6代机都已经出来了啊，没有多久可能就原型机已经1架、2架到8架的时候，那就准备要进入量产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各位想想，美国5代机现在还在立案呢，那就已经落后的已经不只是5年了。坦白说，已经不只是5年，美国在吹嘘，黄仁勋真的是捞翻了啦。你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台北最好的2块地他都拿走了，然后现在他要帮韩国打造 AI 的全世界的强国，我不知道赖清德心里怎么想。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我觉得因为这一次是董军跟赫克塞斯应该是第2次接触，上一次是在9月大概10号，93阅兵之后有个视讯通话，那这次是在东协这个国防部长扩大会议里面，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各说各话了，因为美国一定会提台湾、南海，还有这个他认为北京对于一些美国盟友的一些压迫的行为。